他说那个火锅，然后我今天带一诺吃的火锅，咱没拍段的，咱有啥说啥，没拍段。今天一诺吃的火锅，那个皮肤啊，我跟大家学，哎，一诺来，我跟大家哥哥姐学啊，我跟大家学一下，这个是火锅，假如说给他倒片肉，来，一诺这个时候给一诺倒片肉，一诺用筷子吃火锅没倒起来，知道吧？一诺用筷子吃火锅没倒起来，但是他用手抓的。我尊重一诺，为什么？有点热，还有点滑，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一诺那个怎么说呢？哥哥姐说一吧啊，一诺怎么说呢？一诺就是吃火锅的时候这么吃的，我给大家学一学啊。我当时就懵了，因为一诺，你说那个给他倒的那个宽粉，大家知道那个宽粉，一诺喜欢吃那个宽粉，咱有啥说啥，哥哥姐咱有啥，一诺喜欢吃那宽粉，但是那宽粉吸进去的，他没吃，他吸进去那个宽粉。然后那个我说你吃点这个牛肉和羊肉，因为一诺不吃猪肉，然后我就给一诺点了点这个牛肉。一诺拿筷子干叨，因为那个肉吧，它就滑溜，那个筷子也滑溜。一诺他饿了，然后那个我夹之后他往自己嘴里边放不进去。然后我说一诺，我说那你就用手，一诺就拿起来，最后就这么吃的，没有叉的。咱说实话，哥哥姐，上火锅店你上哪儿整叉子去？对不对？没毛病啊，哥哥姐，你上火锅店你上哪儿整叉子去？是不是尽量用叉，没有，你要有叉子，能给他用叉子吗？多锻炼，你放心，一诺在我这什么都锻炼，什么都来，是不是一诺？哎，你给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展现你的中文啊！你今天不又学了好几遍吗？给哥哥姐、叔叔阿姨们说一遍啊！一二三四五七八九10行不行，哥哥姐叔阿姨们啊？然后1 2 3 4 5 6 7 8 9 10 OK， 我大家伙儿的这个记住了啊，1 2 3 4 5 6 7 8 9 10，没毛病。小孩学得快，他都成人了。好大哟，20岁了，20岁了，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一诺成人了，知道吧？一诺成人了，你来，你都成人了，哥哥姐叔阿姨，咱有什么说什么。那个棒，谢谢啊。就是怎么说呢？一诺吧，他来这儿吧，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非洲怎么说呢？哥哥姐叔阿姨们啊，在非洲的时候，一诺是早上起床、中午起床和晚上起床没有仪式，这咱实话实说。但是来到中国之后，我俩在一起了，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按这个非洲处对象的这个流程是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只能牵手啊，只能拥抱，明白了吗？不能亲嘴，能懂吗？如果说你这么说，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啊。如果说你要跟这个非洲女孩第一次约会下，你千万不要跟她亲嘴，能明白吗？如果说你第一次见女孩，你就跟这个女孩亲嘴了，我给大家想一下，如果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尼诺，咱们第一次见面，如果 kiss 了，你们是不是不要就推我，有弄啊？如果说第一次见面是这样，哥哥姐，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就比如说对，就这个女孩会动手打你，明白吗？因为啥？因为你对她不尊重，她不了解你为什么要亲我，明白吗？如果说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非洲和咱们中国第一个区别就是你不能说见面你就亲嘴，那第20和第3次见面你必须要亲嘴。你看很多人就说了，那非洲怎么有这个习俗？确实是，如果说你就这么说，如果说你和这个女孩第2次约会，你约这个女孩去吃肯德基呀、KFC 呀
这个麦当劳啊，吃这个鸡肉牛肉啊，如果说你俩在就餐过程当中，女孩想要跟你一个拥抱，明白吗，哥哥姐？如果说这个女孩想要跟你一个拥抱，你一定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时候女孩会给你一个暗示。那么有很多哥哥姐说你们，这个你看我跟女孩在一起的一种什么暗示？你看我给一诺演示一下啊，一诺来。如果说这个，你看我俩搁这个餐厅吃饭了，对不对？我俩搁这餐厅吃饭，然后呢，这时候呢，女孩有暗示，因为这个女孩，这个非洲女孩一直对你笑啊，一直对你好，对不对？你这时候要暗示，你这时候要给她大大的拥抱，看拥抱，然后这时候女孩没拒绝你，这时候非常关键。明白吗，哥哥姐？这时候非常关键。如果女孩没拒绝你，你一定要给她大大的一个 kiss， 你一定要正儿八经亲她一口。如果说你不亲，哥哥姐说你俩处不了对象，她觉得你不爱她，她觉得你对她不好，明白吗？所以你这时候你就这样，你一定要给她一个狠狠的闻到，你看她笑了，明白吗？她这种笑了，我给大家讲一下，哥哥姐。就是你跟这个出去吃饭第一次约会这个女孩呢笑了，她就是你的了，明白吗？她就是你的，但是这个女孩会领你回家，因为在非洲男孩和女孩没结婚是不可以上这个宾馆去住的。明白吗，哥哥姐说吧，男孩和女孩没结婚啊，是不允许去宾馆住。如果说你俩有结婚证，你俩那个在一起了，你俩可以在一起，就是开一个房间。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不可以的。明白吗，哥哥姐说？你这个掌握的，咱说句心里话，你这个掌握的就非常好了，能明白？你这个掌握就非常好了啊。然后还有啥呢，哥哥姐说？再要是啥呢？再要是下一步了，那下一步就得是见家长了。其实这个非洲女孩她听从她父亲的话。你看今天一诺就是你看爸爸让我问你说结婚的时候你要给多少钱彩礼，以前是不是都不要彩礼？大家伙都知道，我一诺不要。他说那个爸爸发小吧一直让我爸爸问你，就是他爸爸那个发小不一直说我吗？对不对，哥哥姐算不一直说吗？然后一直怎么说呢？一直就问我这个爸爸的发小这个怎么说呢？要多少钱彩礼？我说行，我说吧，给大龙点时间啊，大龙努力啊，能给多些彩礼就给多些彩礼。我说呀，我一定会让你有一个满意的答复，是这么个情况，要彩礼的。还有什么事呢？就是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他爸爸要求，因为一诺他有个姐姐，想让他姐姐来中国，明白吗？谁是他姐姐？够菜呢？就爸爸妈妈talk you know？ 你看一诺承认了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爸爸说，如果说你俩就是因为啥，我们谈的差不多了嘛，谈到这个结婚啊，一开始是用房的啊，一开始是用这个房的来这个什么，一开始用这个房的来阻碍我俩。一看房子阻碍不了，一诺不松口，现在拿彩礼。一看彩礼吧，我说了，我提了，我说我尽力啊，这个房子也不提了，然后又提出第三点要求啊，什么要求呢？就是让一诺的姐姐搬到中国，让她来中国工作，或者是来中国给一诺，假如说我有孩子了，给一诺看孩子。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如果是你们让他姐姐过来给看我俩孩子吗？咱实话实说，就是现在已经谈到这步了，就是我俩有孩子了，这孩子怎么办？让他姐姐过来看。那么有人说，那你说你和一诺结婚了，你和一诺有孩子了，你让一诺的孩子给他叫姐姐看，为什么？在非洲就这样，在非洲就是只要有孩子姐姐给看，因为觉得姐姐有经验，对不对，哥哥姐们？因为姐姐有经验，姐姐也是最信过的人，除了父母那就是姐姐，最值得信任的人，
对不对，哥姐？最值得信任的人，咱有什么说什么，没毛病吧？是不是哥哥姐说？是不是没毛病？是不是这么回事？然后那个啥，我说这个事儿吧，我再考虑考虑，我没同意。但是他爸爸妈妈有些不高兴，这咱说心里话，他爸爸妈妈有些不高兴，为啥呢？因为他爸爸妈妈总以为他姐姐来到中国花不了几个钱啊，飞机票没几个钱，来中国吃喝也没几个钱，就是想的特别简单。这都谁出的主意？都他爸爸那个发小出的主意，明白吗？哥哥姐姐说，都是他爸爸那个发小出的主意。你说大龙现在难不难？我跟你讲，哥哥姐姐说，我真不吹，我这嗓子都老。